艾波小时候不小心闯入了青兰高中的选美比赛现场，和父母走散了。在选美冠军的帮助下，全家人最终团聚。从此，她梦想成为一名耀眼的选美公主。不知不觉中，曾经可爱的艾波长成了平凡的大姑娘。在美男美女云集的青兰高中，她变成了不起眼的小角色。同班的龟吾学习运动无一不精，他的帅气让全校的女生都为之疯狂。他的女友是让全校男生羡慕的校花。那天早晨，艾波在公交站偶然遇到了龟吾。面对这样一个完美的帅哥，艾波禁不住多看了几眼。当两人目光相对，龟吾立刻认出了艾波，这让艾波感到非常惊讶。紧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两人差点迟到。龟吾拉着艾波的手走近道，直奔学校。屏幕上顿时漫步粉色泡泡，两人匆忙赶到，终于在上课前一刻赶到教室。握着手的两人立刻成了班级讨论的焦点，这让艾波感到手足无措。更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，校花百合竟推荐艾波参加选美大赛。自卑的艾波想到自己也能在选美舞台上大放异彩，他开心的手舞足蹈。第二天，艾波首次参加选美，在百合等人的精心打造下，她变身为可爱少女。艾波还没从自己的美貌中回过神来，就接到了百合身边小跟班的恶意警告，警告她注意形象，不要给比赛添乱。艾波拿到选美海报后，和闺蜜日麻里抱怨自己的长相与大众审美不符，她不由得开始退缩。这时龟吾出现了，他鼓励艾波既然参赛就要全力以赴。他说，重要的是做到心里有数，不在乎是否符合大众审美。艾波激动地抓起龟吾的手说，我一定会努力，至少要让自己满意。当艾波意识到自己还握着龟吾的手时，他羞涩地拉着日麻里走开了。龟吾则留在原地，看着被艾波牵过的手发呆。受到鼓舞的艾波找到百合，希望她能教自己变美的秘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艾波除了学习按摩手法，还定下每天跑步5公里的目标。这一切都被龟吾看在眼里。为了更好地帮助艾波展示自己，龟吾主动成为他的临时导师。终于到了选美比赛的日子，在百合的帮助下，艾波瞬间从灰姑娘变成了公主，这让前来助威的龟吾看呆了。那时大家都不知道，灰姑娘变公主的童话故事即将迎来一个意外的结局。比赛前，艾波发现百合头顶的道具摇摇欲坠，他冲上前把百合推开，自己却受伤住院了。出院后，艾波得知脸上的伤会留下疤痕，他崩溃地大哭起来。此后，情绪低落的艾波蜷缩在被窝里，不去学校也不见人，即便是日麻里来访，他也选择躲避。1个月后，艾波意识到继续消沉只会让家人朋友难过，他知道这样会让关心他的人伤心，于是他振作起来，尝试恢复正常的学校生活。但一到学校门口，他刚建立起的心态就崩溃了，他只好躲到一个角落平复自己的情绪。没想到无意间听到了百合和龟吾的对话，得知了一个秘密。原来百合之所以推荐艾波参加选美，是为了利用灰姑娘变美的故事来炒作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一个外美内善的形象，连续赢得选美冠军。但因为艾波受伤，比赛被意外中断。百合对此感到不满，注意到了艾波，她故作亲昵地向龟吾询问什么时候公布他们的婚约，同时还主动吻了他。这一幕激烈的互动让艾波情绪彻底崩溃，他被迫从现场仓皇逃离。悲伤的艾波站在天台边缘，正巧被新转来的学生阿空救下。阿空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番。在谈话中，艾波首次向别人展示了自己的伤口，他坦诚了自己的恐惧。阿空认为，只要本人不介意，其他人的议论和嘲笑都是外人的事。这番话让艾波豁然开朗，他重新站在天台，将心中的不满和委屈全部发泄出来。下了天台后，艾波遇到了百合。面对百合虚伪的问候，他坚定地回应，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，这道疤不会让我变得可怜。说完，艾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眼神中充满自信。不过这份自信很快又受到了打击。当艾波贴上老师特意准备的创可贴，走进教室时，百合竟公开表演了一出姐妹情深的戏码。她梨花带雨地询问艾波是否能原谅她未能及时救援，这让艾波意识到同学们并不知道他曾救过百合。更令艾波失望的是，日麻里竟然站出来为百合辩护。看着同学们纷纷称赞百合的美丽与善良，艾波只能把委屈埋在心里。这时，迟到的阿空走进了教室，艾波惊讶地发现，他就是天台上救他的人。下课后，艾波和阿空的热情交谈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，但不久后，同学们的关注点转移到了阿空身上，他们邀请他参加周末的欢迎派对。阿空看到艾波被大家冷落，霸气地说，如果艾波去，我就去。艾波感到不可思议，在创可贴掩盖下，
同学们对爱波依旧漠然，爱波紧张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。看到昔日闺蜜和百合现在形影不离，爱波心里难过，只好装作无所谓。龟吾注意到爱波心事重重，特意过来关心，结果被爱波冷淡拒绝。转眼间派对那天到了，爱波和阿空显得格外不合群，他们选择了一个无人的地方避开喧嚣。龟吾再次找到爱波，鼓励他尽快走出低谷。爱波想起之前无意间听到龟吾和百合的谈话，直截了当地提醒龟吾，既然已订婚，就不要做让人误解的事。龟吾离开后，一直在远处观看的阿空开始和爱波聊天，意外看到日马里被百合身边的小跟班欺负。爱波出于关心，冲上前去救人，结果不小心跌入水池，伤疤暴露后，周围人开始窃窃私语。百合看着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。这时龟吾像英雄一样跳进水池，抱起了爱波。浪漫之后，场面变得滑稽。龟吾脚抽筋没站稳，抱着爱波又摔回水池，最终还是阿空救了他们。这件事让阿空对龟吾刮目相看，觉得他不仅仅是个帅哥。但爱波并不这样认为，他愤怒地告诉龟吾不需要他的同情，让他以后别自作多情。龟吾为自己冲动的行为向爱波道歉，然后匆忙离开了房间。阿空见证了整个争吵，对爱波说，坚强是好事，但也要接受别人的好意。这一刻，爱波终于泪流满面，倾诉了这段时间的所有委屈。他一直努力装作不在意，即使知道百合故意针对他，也只能自我安慰，安慰自己带着伤疤也能交到朋友。他努力去适应。此时日马里冲进来说，这一切与你有无伤疤无关，我之所以冷落你，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告诉我，但现在我明白你经历了什么，对不起。两人和解后，日马里给爱波带来了换洗衣物，告诉他这些衣物是龟吾提醒自己准备的。知道这一真相后，爱波回想起龟吾这几天的关怀，内心深感愧疚，急忙去追已经离开的龟吾。爱波真诚地向龟吾道歉，承认这几天无故对龟吾发火，因为听到他和百合的对话，误以为龟吾对自己的好也是百合的计策。误解消除后，龟吾突然牵起了爱波的手，带他一起去放烟花。看到爱波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，龟吾忍不住问起他脸上的伤。爱波坦诚地告诉龟吾，这道疤是我心里永远的痛，但我想接受这样的自己，做我想做的事。面对勇敢的爱波，龟吾正要表白，却被特意来的百合拦下。阿空看着爱波追着龟吾的背影，不自觉地感到心痛。此时他不知道这种心痛是因为爱情。爱波在选美时救了百合，自己却毁了容。后来爱波意外得知百合是个心机女孩，他不但不感激爱波的救命之恩，还到处针对她。面对毁容和背叛，爱波开始放弃自我。幸亏转学生阿空出现，让爱波找回了勇气。重新振作的爱波充满自信，这种不同的美让龟吾鼓起勇气向爱波表白。没想到被突然出现的百合打断，一场多角恋即将爆发。百合开始故意提醒龟吾，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两家生意上的，希望龟吾不要因为冲动破坏两家的合作。爱波知道自己和龟吾地位悬殊，灰溜溜地逃离现场。第二天，百合为了让爱波退缩，在全班面前宣布他和龟吾将以情侣身份代言产品，还会有电视台来校采访他们。同学们都露出羡慕的表情，爱波只能勉强笑着。课间，龟吾找到爱波，想继续未完成的告白，没想到爱波先一步表态，你是好人，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。面对突然的好人卡，龟吾只好把还没说出口的告白咽回去，然后潇洒的离。此时龟吾不知道爱波并不是不喜欢他，只是自卑的爱波不允许自己有任何非分之想。采访正式开始，心机百合尽管知道爱波毁容难以上镜，仍坚持要电视台采访他。看着工作人员面露难色，爱波勉强笑着调侃自己的伤疤，承诺会尽力配合完成采访，这让龟吾感到心疼。采访结束后，爱波一个人去天台放松，恰好遇到也在天台偷懒的阿空。阿空从爱波的话中感受到他的失落，立刻改变话题，邀请他一起在平安夜做兼职。这消息立刻驱散了爱波心中的阴霾，让他的脸上再次绽放笑容。转眼就到了平安夜，脸上的伤让爱波被老板安排扮演圣诞老人。刚开始有点沮丧，但很快就被半路的阿空逗乐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爱波决定全心投入，为这个平安夜留下难忘的记忆。看到这样积极的爱波，阿空也忍不住笑了。同时，龟吾和百合在电视台参加平安夜的直播，幕后监控的百合妈对此很不满意。她希望龟吾在直播中向百合求婚，希望通过求婚提升话题热度，登上热搜。面对百合妈的突然要求，龟吾感到非常尴尬。此时，龟吾看到了之前电视台采访爱波的片段，
艾波说，龟吾的帅气是从内而外的，因为他总是在默默关心周围的人，这意味着他经常得压抑或忽略自己的感受。听到这里，龟吾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。百合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提醒龟吾不要随意散发魅力，他担心艾波会因此爱上他，那他们可能要面对拒绝丑女的负面新闻。龟吾打断百合，坦白自己已经动心，同时为不能向百合求婚表示歉意。骄傲的百合无法接受自己被甩，他硬着头皮说这婚约只是长辈的一厢情愿。龟吾听后顿感如释重负，毫不犹豫地冲出电视台向艾波奔去。百合失落地呆立原地。此时艾波正被2个醉汉骚扰，幸好阿空及时赶到，将他从醉汉手中救出。但英雄救美持续不了3秒，阿空被一个高大的醉汉狠狠教训了一顿。事后阿空因没能保护好艾波而感到沮丧，而艾波因给阿空带来麻烦而难过。这次阿空没有用大道理来安慰艾波，而是大口吃起了地上的破碎蛋糕。他借着蛋糕教艾波一个道理，即使摔坏了，美味依旧是美味。艾波领会后擦干眼泪，和阿空一起吃蛋糕。兼职结束，艾波感谢阿空让他的平安夜精彩，因为阿空让自己的平安夜精彩万分。这时寒风吹疼了艾波脸上的伤，阿空赶忙用自己温热的手掌替艾波热敷，同时温柔地告白道，我好像还挺喜欢你的。面对这波暧昧的肢体接触和莫名其妙的告白，艾波尴尬的不知所措。他下意识地回复道，谢谢你的告白，但现在的我根本不配拥有爱情。这一切正好被四处寻找艾波的龟吾撞见，他不明白明明被拒绝的是阿空，为何艾波会如此卑微。这时龟吾收到了百合妈的电话，他决定亲自上门为自己之前的冲动行为道歉。没想到百合妈并没有生气，反而爽快地同意了龟吾和百合的离婚，这让旁边的百合非常失望。龟吾离开后，百合泪流满面地问百合妈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了龟吾。百合妈淡淡地回答说，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为了他的商业价值，既然没有损失，离不离婚都无所谓。看来百合妈只看重利益，不把女儿放在心上。转眼间新学期开始了，闺蜜日麻里在见证艾波和阿空互动后感受到了甜蜜，她迫切地问艾波是不是和阿空在谈恋爱。虽然艾波一再强调自己根本不想恋爱，但日麻里似乎已经沉迷于他们的组合。另一边龟吾将平安夜发生的一切，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好友龙川。龙川认为自信的龟吾自然不理解艾波的感受，他鼓励龟吾设身处地为艾波考虑，帮助他找回自信，然后再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在龙川的建议下，龟吾对艾波的笔袋、便当、校服进行了一番花式吹捧，这让艾波和日麻里都感到困惑不解。这时老师呼唤龟吾离开，原来是百合妈再次赞助学校举办选美比赛。龟吾得知此消息后立刻想到了艾波，他认为参加选美是帮助艾波增强自信的最佳方式。为了说服艾波再次参赛，龟吾利用艾波之前提及的小时候被选美冠军救助的经历来激励他。看到龟吾不断逼近，不解风情，阿空主动改变话题，邀请艾波放学后一起回家。日麻里立刻助攻，看这架势，恨不得他们立刻就在原地谈恋爱。放学后，艾波和阿空一起去了姐姐一的工作室。当摘下口罩的那一刻，艾波惊讶地发现岛一竟是当年救他的选美冠军。原来阿空听了龟吾的故事后，回想起自己姐姐曾在选美比赛中救助过一个小女孩，于是决定带艾波回家，让他们相认。三人坐下聊天时，谈起了各自参加选美比赛后的经历。因为突然觉得迷失了自我，一干脆逃到乡下隐居起来，直到他迷上制作玻璃制品，这才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。一收起悲伤的情绪，热情地邀请艾波一起制作玻璃制品。他顺势调侃阿空，让他不要藏着掖着，有话就说。艾波误以为阿空要当着姐姐的面再次告白，紧张到连手中精心制作的玻璃都刮花了。一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赶紧找借口离开了。阿空则严肃地说，成为选美冠军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来闪耀，只要你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能光彩照人。艾波这才明白，阿空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安慰他，欣慰地笑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艾波再次向阿空表示感谢，同时为自己未能及时回应告白而道歉。阿空依旧温柔如初，笑着说自己愿意一直以朋友的身份陪伴。一路上两人笑语盈盈，宛如热恋中的情侣。这一幕恰好被百合的小跟班看到，他们急忙录制视频发给了百合。百合收到视频后特意分享给龟吾，希望龟吾能彻底放弃。龟吾却因艾波能这样自信的笑感到高兴。这一刻，百合心中的嫉妒如碎玻璃般洒落一地。第二天大扫除时，百合如同盯紧猎物般注视艾波，
他的眼神中带着几分杀气，艾波似乎难以逃脱。后来百合单独把艾波叫到天台理论，一开口便责怪艾波脚踏两只船，希望艾波不要利用自己的伤痛博取同情和撩拨男生。艾波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伤痛来博取同情，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应该恋爱，他已经在努力克制自己的幻想。阿空一直躲在天台上，忍不住听了这些，他挺身而出为艾波辩解，没想到龟吾抢先一步。龟吾注意到了百合脸上的表情变化，担心百合会对艾波不利，便一路跟踪到了天台。龟吾没有等百合解释，就质问艾波：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没有自信？总说自己这不行那不配，不想谈恋爱就别谈，别扯什么配不配的。龟吾看到阿空准备出来打圆场，更是怒斥阿空平安夜的告白根本不像告白，说他应该更加主动，让对方无法抗拒。接着龟吾爆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他也曾经没有自信，因为他的帅气外表是整形的来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场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龟吾，大家都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，希望他不要利用自己脸上的伤痕来博取同情和脚踏两只船。就在艾波极力否认的时候，阿空和龟吾都站了出来。龟吾不希望艾波继续自卑，直言自己的帅是整形出来的。这波爆料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紧接着龟吾开始讲述自己整容的经历，他希望这能激励艾波更自信地面对未来。原来龟吾小时候因为长相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，他感到非常失落，决定通过整容来改变自己。龟吾压抑着对艾波的喜欢，将温柔的阿空推向艾波一阵疯狂推销，希望艾波遵从自己的内心喜欢，就勇敢地在一起。看着龟吾帅气的背影离开，艾波的心情再次波动。晚上，艾波回想起当天发生的所有事，他突然不知道该对龟吾说些什么。这时他接到了日马里的电话，得知龟吾整容的事情已被公开。相比艾波的震惊，百合显得很淡定。百合妈妈开心地跳起舞来，因为龟吾提前解除婚约，百合完美地避开了这场丑闻。第二天，龟吾整容的新闻在同学中传开了。龙川作为龟吾的好友看不下去了，他认为这都是记者的无中生有。没想到龟吾直接坦然承认了整容，他从容面对同学们的质疑和嘲笑。这时艾波突然觉得这个内心强大的龟吾很让人心疼。随着整容事件的发酵，曾经被无数人追捧的龟吾现在成了全校的笑料。善良的阿空看不下去，主动帮龟吾清理了海报。龟吾感激阿空的善意，两人走得更近了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将成为一对男男 CP 呢？午餐时，龟吾得知艾波忘带便当，主动给了他自己的面包，然后因为有事先离开了。同学们猜测龟吾是因为受不了流言才逃跑的。这时百合含沙射影地问龙川，如果龟吾不参加选美比赛的开幕式，是不是就失去了参赛的资格？得到龙川肯定的回答后，艾波坐不住了，他借送面包的事感谢龟吾，并问了龟吾一直想问的话：你真的还好吗？龟吾依然自信地回答：我现在很强大。这时艾波接到妈妈的电话，走到校门口，原来是妈妈发现他没带便当，特意送来。妈妈知道面包是朋友送的，松了一口气。她一直担心女儿是装笑脸，让家人放心。艾波举着手中的面包和便当告诉妈妈，我没有装笑脸，因为我有这些。吃完午饭后，艾波看着阿空的位置上的饮料和面包，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。放学后，艾波找到阿空，郑重拒绝了他的告白，同时感谢阿空一直的照顾和陪伴。艾波坦白了自己的感受，他更想陪伴总是独自承受痛苦的龟吾。阿空早已察觉到艾波和龟吾的心意，他温柔地擦掉艾波眼角的泪水，鼓励他勇敢去爱龟吾。那天傍晚，被拒绝的阿空一个人看着学校的夕阳，感慨万千。转眼到了选美比赛揭幕仪式当天，龟吾刷着网络上的恶评，犹豫着是否要参加揭幕仪式。这时艾波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十分霸气地询问他要不要一起逃课。见龟吾迟迟没有回复，艾波开始为自己的唐突花式找借口，最后干脆来了个36计逃为上策，没想到被龟吾一把拦下。既然选择逃课了，艾波决定带龟吾去海边散心。龟吾和艾波聊起了两人的第一次对话。艾波以为龟吾指的是上次在车站碰面时说的话，却被龟吾纠正那是第二次。第一次是刚入学不久，艾波教龟吾系鞋带，龟吾开始注意到那个被称作小透明的艾波。知道这件事后，艾波不由得脸红了。紧接着两人开始规划去海边的活动。龟吾每提出一个计划，艾波都会在脑海中想象，整个屏幕顿时充满了粉色泡泡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两人到达海边后还没做什么就被警察发现了。警察要将逃课的两人带回学校。情急之下，龟吾拉起艾波的手，开始了一场青春的逃亡。这是小玉第一次看到这么甜的日剧场景。另一边，
龙川因为整容事件开始与龟吾疏远。龙川特地找日麻里打探龟吾是否与爱波一起逃课。日麻里知道龙川因为龟吾没有和他分享整容的秘密而感到沮丧，回忆起爱波受伤的时候，自己也感到困惑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解龙川，告诉他作为朋友，现在能做的就是默默陪伴。这番话让龙川豁然开朗，他鼓起勇气向暗恋已久的日麻里表白。下节是体育课，我喜欢你，老师说要打篮球。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把日麻里吓傻了。这时百合把龟吾可能因逃课不参加揭幕仪式的消息告诉了百合妈。百合妈语气中满是遗憾，让百合有些惊讶。原来百合妈之前还因为与龟吾家解除婚约而兴奋不已。百合妈认为这是两码事，毕竟龟吾是个话题人物，他为自己公司赞助的选美比赛带来了不少热度。画面转换，逃课失败的龟吾与爱波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漫步，两人继续闲聊。看到龟吾恢复了以往的开朗，爱波由衷的笑了。龟吾下意识靠近爱波，希望他好好欣赏自己的帅气。这暧昧的一幕恰好被路过的爱波爸爸撞见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龟吾却不怕生，上前就说：“爸爸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你当自己是哪家的家长呢？”之后，爱波妈妈得知女儿早恋和逃课，急忙赶回家。爱波以为自己即将面对严厉的惩罚，没想到爱波妈妈比爱波爸爸更加开明，他认为这是青春成长的一部分。爱波妈妈对龟吾说：“年轻人挺有个性的，但别忘了责任感。”龟吾深受感动，答应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。爱波妈妈还提到，爱波的成绩一直很优秀，希望这次的事不会影响他的学习。爱波听后决心不再逃课，认真对待每一天。龟吾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决定以后要做一个更好的榜样。爱波爸爸虽然心里还有些不舒服，但看到妻子的处理方式，也选择了支持。街道上的情形逐渐平静下来，两个家庭似乎都接受了这段青春的小插曲。龟吾和爱波在爱波父母的监督下，重新规划了他们的关系。他们决定以朋友的身份相互支持，互相成长。在学校里，龟吾和爱波的关系变得更加公开，且受到同学们的支持。龙川见状，也开始尝试与龟吾修复关系。日麻里在经历了那次突如其来的表白后，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和龙川的关系。他意识到龙川的真心，并决定给他一个机会。百合妈对龟吾的看法慢慢改变，她开始觉得龟吾也许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不堪。百合见到爱波时，开始询问他和龟吾的关系。爱波坦诚地分享了自己对龟吾的感情和最近的变化。龟吾分享了选美比赛对他意义重大的原因。在整容后的那段时间，他非常自卑，后来参加选美比赛，收获了许多祝福，这让他逐渐找到了自我认同，坦然接受了新的自己。但他从未想过，现在的自己会因为这张脸陷入是否参加选美的思想斗争。爱波了解到选美对龟吾的重要性后，鼓励他说：“既然选美这么重要，那你更应该去参加。就像你自己说的，没有什么配不配的，最重要的是遵从内心。”这时，偷听的爱爸和爱妈突然出现，命令他们立即前往揭幕仪式。又一次急匆匆的赶路，龟吾和爱波终于在揭幕仪式结束前一刻到达。在好友龙川的引荐下，龟吾重新踏上选美舞台。百合非常不满，质问龙川为什么让一个整容者参赛，给大赛抹黑。爱波在台下大声回应：“喜欢自己的脸有什么问题？又没花你家钱。如果选美只看外表，认为勇敢做自己是抹黑，那这个比赛不参也罢。”这番话直接让百合哑口无言。龟吾看着为自己加油的爱波，大声宣布：“我一定会让大家喜欢上现在的我，凭借实力再次赢得青蓝王子称号。”然后龟吾问爱波是否要参赛。这一刻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爱波身上，等待他的回答。百合还没等爱波回答，就先发怒了。他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美的比赛，认为整容的人和脸上有伤的人都不该参赛。这时，一直被欺负的小安突然站出来，揭露了百合的伪装，公布了爱波因救百合而毁容的真相，同时为自己迟迟未说出真相向爱波道歉。百合仗着无图无真相当众撒娇，装无辜，瞬间转变了舆论方向，大家开始质疑真相。百合妈作为商业精英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她揭穿了百合的伎俩，当众向爱波道歉。小安和爱波谈心时表示，虽然他对选美无感，但因爱波曾帮助他，所以他希望拥有真正美好品质的爱波能够参加选美比赛。爱波没有回答，但眼神犹豫。接着，百合妈希望爱波参加选美，热情邀请爱波和龟吾一起挑选比赛服装。龟吾考虑到阿空先前的告白，觉得插足不公，以其他事忙为由拒绝了百合妈的邀请。这一幕正巧被远处的阿空看到，他一上来就开始吐槽龟吾，搞得龟吾一脸茫然。
紧接着，阿空把自己被艾波拒绝的事告诉了龟武，希望他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这还是小玉第一次看到男一和男二这么谦让。此时，艾波跟着百合妈回到了公司，看到眼前琳琅满目的饰品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百合妈看到艾波还在犹豫，温柔地说：“化妆和时尚可以帮人消除自卑，化妆品是帮助人克服自卑的魔法。我创立化妆品牌，就是为了让所有自卑的女孩都能向前看，请让我帮你站上舞台。”艾波从公司出来，正好碰上冲过来的龟武。面对支支吾吾的龟武，艾波紧张地猜到了什么，没想到龟武突然说他应该去参加选美，然后就跑了。艾波心里想，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他要告白呢。第二天，龙川察觉到龟武和艾波之间的尴尬，他追上龟武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龟武昨天本想告白，但他看到了百合的巨幅海报，觉得在海报面前告白太尴尬，只好放弃。所以龟武决定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来告白。同时，艾波在洗手间遇到了百合，百合依旧态度冷淡，他认为艾波想利用脸上的伤痕博取同情，赢得选美冠军。看到艾波说不出话来，百合得意地离开。此时，艾波看着镜中的伤痕感到沮丧，可能是因为阿空天生就是暖男，每当艾波伤心，阿空总会及时出现安慰他。他得知艾波因选美和龟无的事情感到忧伤，决定先从龟无着手，迫使他尽快告白。没想到龟无这么幼稚，总是不肯告白。他还在等一个能比阿空平安夜告白更完美的时机。那天放学后，阿空送给艾波一副耳环，这副耳环是他姐姐岛一用之前刮花的玻璃做的。他希望通过这个礼物，艾波能明白一些道理。他想说，即使是带着伤痕，从不同角度看也有其独特的美。所以，我们要努力发现自己的亮点。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选美冠军。在耳环的鼓励下，艾波决定参加选美比赛。就在这时，龟无突然出现了。阿空很有眼色，退出来让龟无来支持艾波。艾波抢先一步宣布了他要参加比赛的决定。就在艾波准备告白时，龟无却抢先一步。他希望比赛结束后，艾波能给他一些时间，他要做一件本该由他来完成的事。转眼到了选美比赛的当天，艾波在车站再次遇见了龟无，他们约定全力以赴，参赛时不留下任何遗憾。按照百合妈的指示，艾波来到了化妆间，他见证了化妆师的魔法般的手法。不久，艾波就完成了从平凡到璀璨的华丽变身，看着脸上的伤疤几乎隐去，他忍不住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当百合妈说你肯定想以本来的面目站上舞台时，艾波开始犹豫。百合妈离开后，艾波望着岛一送的耳环，回想起岛一的话，原本犹豫的眼神顿时变得坚定。同时，百合正埋怨百合妈只偏向帮助艾波，百合妈得意的解释，只要艾波出名，我今天推荐的产品就会大卖。这时候我不由得有点同情百合，在商业的逻辑面前，她也不得不让步。比赛正式开始，百合妈自豪地讲述公司如何为艾波施法，把她变成了一个公主。但是她不知道，施了魔法的艾波决定以灰姑娘的形象出场。艾波一上台，现场顿时哗然，幸好温柔的阿空及时出面，让大家安静下来。这个细心的行为让台上的艾波安心不少。艾波立刻感谢了百合妈，告诉她每个灰姑娘都能借助魔法成为公主。然后艾波真诚地说，我曾被选美冠军所救，曾以为只要站到选美舞台上就能像她一样闪耀，后来我发现让她闪耀的是追求自己想做的事。虽然我仍然渴望变得更美，仍然难以忍受别人的非议，但我还是想以现在的模样站在这里，告诉大家我其实挺喜欢现在的自己。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鼓掌，也让一直自傲的百合眼含泪水。这场选美比赛虽未因艾波的感人演讲让她成为公主，但让当选的百合感到羞愧。看到伤心离场的百合，艾波脱下高跟鞋追了出去。通过与百合的对话，艾波了解到百合看似强势下隐藏着敏感脆弱的心，她一直渴望得到他人的支持，却总是在失望中独自坚强。面对这样的百合，艾波希望能从自己做起，以朋友的身份支持她。虽然艾波仍难忘百合的伤害，但他相信两人的坦诚会让他们成为朋友。这一刻，被善意环绕的百合流下了愧疚的泪水，为自己之前的行为向艾波道歉。这时，在门外偷听的青蓝王子归无为善良的灰姑娘带来了高跟鞋，他决定实现之前的承诺，说出心里的话。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在归无长时间的回忆后，艾波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率先说出了那句我喜欢你。为了阻止艾波继续发言，归无用一吻封住了他的唇，然后郑重的回应我也很喜欢你。这一刻，两人再次深情相拥。天空中绽放的烟花
为他们镀上浪漫的色彩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虽然艾波偶尔因脸上的伤感到难过，但他逐渐明白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在这部剧中，艾波无疑很幸运。当她还默默无闻时，闺蜜日马里一直陪在她身边。经历了毁容、被同学算计、被闺蜜背叛时，阿空如天使般出现，为她解决问题，保护她。最幸运的是，她始终有一群无比支持她的家人。相比之下，心机重的百合很可悲。从整部剧来看，百合妈对百合的支持全是基于百合的商业价值。当她意识到陷入丑闻的龟吾和自卑的艾波能带来更多利益时，她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龟吾和艾波。面对女儿的抱怨，她没有安慰，只是重复强调商业计划。刚开始看这部剧时，以为这只是一部逆袭剧，没想到剧情越来越温馨治愈。我们看到了一个接受自己容貌缺陷的艾波，一个为摆脱颜值带来的欺辱而选择整容的龟吾。两人的选择都没有错，都是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。一个选择了接纳自己，一个选择了改变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被爱并不是他有多完美，而是因为他有勇气做自己。